全球极寒降临，室外零下70度，滴水成冰。重生的恶毒姐姐抢走了传说中四季如春的地热温泉小区，在直播间疯狂嘲讽我这个只能住老破小的妹妹。她不知道，我早就把老破小改造成了末日堡垒。当她为了取乐，将一个外卖大叔活活冻死在保护罩外时，大叔临死前砸在罩子上的一拳，让那坚不可摧的地热屏障裂开了一道缝。家人们，外面现在零下70度了吧？连哈喇子都能瞬间冻成冰棍。可你们看我这儿，屏幕里林雪儿手里举着一根冒着冷气的梦龙雪糕，正惬意地躺在沙滩椅上。她的背景是绿树成荫、桃花盛开的庭院，这就是本市唯一的一处地热温泉小区。传说小区地下有一座活火山微型地脉，开发商耗资百亿建起了一个巨大的特种玻璃温室罩，将整个小区笼罩其中。极寒降临后，外面是人间炼狱，里面却是热带天堂。弹幕瞬间像疯了一样滚动。卧槽，这真的是在江城吗？我裹着3床棉被还在发抖。主播居然在吃雪糕，富婆姐姐贴贴求收留，我会暖床，这特么就是传说中的诺亚方舟吧？木了，看着满屏的酸柠檬，林雪儿得意地撩了一下头发，嘴角的笑意怎么压都压不住。哎呀，这泼天的富贵终究是轮到我了。其实啊，我本来有个妹妹叫林双，非要跟我抢这套房，我不忍心就给了她一笔钱，把她赶去郊区的老破小了。也不知道她现在动硬了没有。我裹着厚厚的法兰绒睡衣，坐在温暖的壁炉前，一边给怀里的布偶猫汤圆梳毛，一边看着直播，差点笑出声。明明是极寒降临前夕，他像疯狗一样拿着刀逼我签了房屋转让协议，抢走了这套房子。不过这样也好，前世我住进了那个地热小区，却在极寒第3天被冲进去的暴徒活活打死。这一世，我拿着他给的钱，把郊区顶楼的老破小改造成了拥有顶级保温层、独立供暖系统和防弹门的末日安全屋。如今外面冰天雪地，我在屋里吃着火锅唱着歌，简直不要太爽。汤圆舒服的打了个滚，我往他嘴里塞了一条冻干3文鱼，吃吧，咱们就静静看他怎么作死。极寒第2天，气温降到了恐怖的零下75度。林雪儿显然不满足于单纯的炫富了，她开始在直播间里整活。这种鬼天气，只有极少数急需救命钱的人才会穿着自制的厚重防寒服出来跑高价跑腿单。林雪儿专门点那种距离10几公里外的热奶茶，跑腿小哥顶着足以把人脸吹烂的暴风雪赶到，却因为地热屏障的阻挡，根本进不去小区。他就故意不接电话，卡着超时最后1秒点退款，反手再给个差评，理由是奶茶冷了。一个差评，跑腿小哥不仅拿不到几百块的配送费，还要倒扣平台罚款。哈哈哈，你们看那个傻子在外面急得直跺脚，像不像个企鹅？林雪儿把镜头对准屏障外的一个模糊身影，笑得花枝乱颤。最过分的一次，在深夜，他盯上了一个50多岁的外卖大叔，他连续下了10单冰镇啤酒，然后给了10个差评。监控画面被放大，那个大叔穿着破旧的军大衣，整个人已经被冻得瑟瑟发抖。他隔着厚厚的玻璃罩，扑通一声跪在了雪地里。求求你了，姑娘！大叔的声音透过微弱的收音设备传进直播间，带着绝望的哭腔。我女儿发高烧40度，这几单的钱是给她买退烧药的命根子啊！你把差评撤了吧，我给你磕头了。随着砰砰的声音，大叔的额头重重磕在坚硬如铁的玻璃屏障上。想让我取消差评？行啊，你有本事进来当面送给我喝啊！这可是你没送到指定地点的。大叔被气得浑身发抖，指着他你了半天，最终身子一软，无力地滑倒在雪地里，头重重磕在玻璃罩上，再也没了动静。直播间的弹幕瞬间停滞了。林雪儿愣了一下，随即更加嚣张地大笑起来。胖子想讹我？告诉你们，没有这种抗冻体质还出来，冻死活该。夜色渐深，那位倒下的大叔就那么孤零零地躺在小区门口，很快被大雪覆盖成了一个冰雕。我怀里的汤圆气得直叫唤，喵呜，这个坏女人会有报应的，一定会的。我摸着她的头，眼神冰冷。网上早就有了传言，那个地热保护罩的稳定结构依赖于特殊的温差平衡。理论上，极端的外部物理冲击或者某种极寒风暴的共振，可能会导致其结构瓦解。午夜，终于有穿着极地防寒服的救援人员赶到，确认大叔已经冻僵身亡。弹幕里一片哀嚎和辱骂。林雪儿，你这个毒妇，我记住你的脸了，等这场雪停了，老子第一个扒了你的皮。杀人犯，你不得好死。林雪儿看着弹幕，非但不怕，反而更加得意。来啊，有本事你们就穿过这层防弹玻璃来打我啊！一群穷鬼！就在这时，我通过屏幕注意到，大叔倒下时头部重重撞击的地方，那块特种玻璃屏障上竟然出现了一道细如发丝的裂痕。很快，直播间里眼尖的网友也发现了这个惊人的变化，裂了，玻璃罩裂了。一个胆大的小伙子穿着厚重的羽绒服走到裂缝前，伸出戴着手套的手指，轻轻戳了一下那道裂痕，咔嚓一声脆响，被触碰的地方应声碎裂，一个拳头大的小洞出现。零下70多度的极寒空气如同发狂的野兽，瞬间倒灌进温暖如春的小区。紧接着，裂痕像蛛网一样疯狂扩散，孔洞迅速扩大到足以容纳一个人。小伙子愣了半秒，满眼狂热地钻了进去，里面好暖和。这一刻，屏幕内外所有人都疯了，弹幕瞬间爆炸。地热小区能进去了，兄弟们冲啊！坐标地热小区，为大叔报仇，抢了那个女人的物资。我立刻打开另一个监控软件，锁定了几个正飞速赶往小区的户外主播。好戏正式开场。林雪儿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已经晚了。当第一个满身风雪的陌生男人闯进他家豪华别墅的院子时，他彻底懵了。啊，你谁啊？你怎么进来的？尖叫声还没落下，
他家门口就挤满了愤怒的人群，他被一群人围在中间，头发凌乱，狼狈不堪。可就算是这样，他嘴里还不饶人。你们这是私闯民宅，我要报警！一个满脸冻疮的中年人上前，一巴掌扇在他脸上。你那样作贱外卖员，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镜头被挤到了一边，画面剧烈晃动，而那个平日里被他捧上天的富二代老公，此刻却吓得缩在人群外，连上前一步的勇气都没有。就在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声：“武装防暴队来了！”人群迅速向外扩散。没一会儿，地热小区被控制了局面，工作人员将狼狈不堪的林雪儿和几个情绪最激动的带头者一并带走了。我本以为事情就此告一段落，可就在我关掉手机准备去煮碗螺蛳粉时，手机又刷到了一个最新的帖子：劲爆！地热小区恶毒女主播跳车，现已潜逃。我点开博主发出的定位，心里猛地咯噔一下，那竟然是我父母留下的那套老破小所在的小区，也就是我现在的安全屋楼下。我赶紧打开楼道监控，幸好还是一片漆黑。第二天中午，我照例在壁炉前看着电影，抱着汤圆午睡，旁边平板放着楼道的监控。可是下一秒，平板内传来滴滴的电子音，防盗门开了。一个浑身裹满破布、冻得像鬼一样的黑影，鬼鬼祟祟地溜了进来，竟然是林雪儿。她果然逃回来了，而且她手里还紧紧攥着一个自制的燃烧瓶。她靠在门上大口喘气，眉毛上全是白霜，一抬头就看到了墙角闪着红点的摄像头。她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疯了似的扑到摄像头下面，对着我声泪俱下的求救：“双双，妹妹，我错了，求你看在爸妈的份上拉我一把，外面太冷了，我会冻死的。”看着她可怜兮兮、鼻涕眼泪冻成冰碴子的样子，我心里竟闪过一丝犹豫，毕竟是血脉相连的姐姐。然而怀里的汤圆却突然炸毛，一道清晰的声音直接传进我的脑海：“喵，别信她，这个坏女人身上有杀气。”紧接着，林雪儿恶毒的心声被汤圆一字不漏地传了过来：“林双，我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这次等你开门，我就把燃烧瓶扔进去，跟你同归于尽。凭什么你能躲在这里享福？”我瞬间惊出一身冷汗。与此同时，上一世的记忆也伴随着汤圆的碎碎念展现了出来。前世我拿到这套老破小后，根本没去住，而是带着汤圆去了南方的避寒胜地。结果极寒来袭，第3天就在酒店被冻死了。姐姐当年在地热小区门口求救的信息和电话，我根本就没有收到过。原来一切是个误会，她以为我见死不救。不过既然她现在想拉我同归于尽，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直接打开远程麦克风，声音冰冷刺骨：“姐姐，我知道你是重生的，你别装了。”那头的林雪儿瞬间僵住，足足沉默了半分钟，手里的燃烧瓶差点掉在地上。忽然，她爆发出一阵癫狂的大笑：“我说你怎么那么痛快就把地热小区的房子让给我了？你早就知道那里有问题是不是？”她一屁股坐在冰冷的地上，表情阴狠地盯着摄像头：“上一世我在小区门口求你给口吃的，你连面都不露，都是你害死我的。”我却只是平静地告诉她：“你恨错了人，前世我根本不在地热小区，怎么给你开门？你真正该恨的是你自己那颗恶毒的心。”林雪儿似乎被我的话彻底刺激，精神完全崩溃了。她尖叫一声，猛地站起来，一把将墙上的摄像头扯下来，摔得粉碎，画面陷入黑暗。但我还有一台备用的隐蔽监控，通过那微弱的收音，我只听到一阵刺耳的刮擦声，以及她癫狂的笑声。紧接着是打火机点燃的声音，然后是重物撞击在防弹门上的闷响。燃烧瓶炸开了，但根本烧不穿我特制的防火防爆门。很快，第2台监控的画面也彻底被雪花点取代，门外渐渐没了声息，只剩下呼啸的风雪声。接下来的时间，顶楼的安全屋成了我的世外桃源。我抱着平板追剧，汤圆就在我怀里呼噜声震天响，偶尔他会不耐烦地用爪子拍拍屏幕。喵，人类，这个不好看，换一个有冻干三文鱼的。我就会从物资堆里翻出一袋冻干，他吃得心满意足。后来地热小区的玻璃罩彻底破碎，里面的生态系统完全崩溃，成了一片废墟。极寒持续了3个月，气温才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回升，慢慢恢复到了正常水平。我把安全屋里剩下的物资分批运回市里，一部分自用，剩下的卖掉，狠赚了一笔。至于林雪儿，彻底消失在了那场风雪里。我直接把老房子卖了，然后去海滨城市重新买了个大平层，搬进新家。这天，温暖的阳光洒在地板上，汤圆4脚朝天的躺在沙发上，肚皮一起一伏，睡得正香。我在他毛茸茸的肚皮上挠了挠。喵，到了吃罐罐的时间了吗？吃，就知道吃，你看看你那肚子都快贴到地板了。我笑着揉了揉汤圆软乎乎的肚皮，起身去宽敞的开放式厨房给他开了一个进口的金枪鱼罐头。极寒纪元彻底结束后，世界迎来了漫长的复苏期，冰雪消融，万物复苏。那些在末日里苟延残喘下来的人们，终于重新见到了久违的太阳。我靠着之前倒卖物资赚的那笔钱，在这座四季如春的南方海滨城市买下了一套带超大露台的顶层大平层。现在的日子简直神仙都不换，每天睡到自然醒，拉开落地窗的窗帘，映入眼帘的就是湛蓝的大海和金色的沙滩，不用再裹着厚重的像熊一样的防寒服，也不用时刻盯着监控提防有人砸门抢粮。我端着一杯刚榨好的冰镇西瓜汁，窝在阳台的懒人沙发上，一边吹着海风，一边刷着手机。灾后重建的新闻铺天盖地，各地都在努力恢复生产。但在江城本地的吃瓜论坛里，一个陈年老瓜突然又被顶上了热搜，后面还跟着一个深红色的报字，标题赫然是极寒期作死女主播最终判决出炉，大快人心。我挑了挑眉，咬着吸管，
顺手点开了那个被高高置顶的帖子，帖子里附带了几张庭审现场的视频截图，虽然画面有些模糊，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个穿着宽大囚服坐在轮椅上面容枯槁的女人，正是我那个好姐姐林雪儿。原来那天她在我门外扔完自制燃烧瓶后，因为极度的低温加上体力严重透支，根本没跑出多远，就直接冻僵在了楼梯的拐角处。等救援队在极寒末期进行地毯式搜救时，才把她从厚厚的冰坨子里刨出来。命虽然保住了，但因为严重的重度冻伤，他的双腿从膝盖以下全部发黑坏死，只能做了截肢手术。但这还不是最惨的，极寒一结束，社会秩序全面恢复，有关部门立刻开始了秋后算账。林雪儿因为在直播中恶意折磨外卖大叔致其死亡，情节极其恶劣，加上后来在地热小区煽动情绪引发暴乱，以及在我的安全屋外涉嫌使用危险物品纵火谋杀未遂，数罪并罚。我轻声念出帖子最后官方通报的判决结果：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赔偿受害者家属各项损失。评论区里简直像过年一样热闹，一片叫好声。活该！那个被他活活冻死的外卖大叔终于能瞑目了。听说他那个富二代老公在他被抓的第一时间就跟他撇清了关系，现在早就找了新欢了。真是恶人自有恶人磨啊，在里面好好忏悔吧。哦不对，他连缝纫机都踩不了了，下半辈子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了。看着这些充满快意的评论，我心里没有一丝波澜，甚至觉得有些好笑。上一世他觉得是我抢了他的好运，所以这一世重生归来，他像疯狗一样费尽心机抢走了他以为的避难所，他以为那是通向天堂的门票，结果却亲手把自己送进了地狱。人啊，永远不要去觊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更不要把别人的苦难当成自己炫耀和取乐的资本。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汤圆吃饱喝足，舔了舔嘴边的鱼汤，迈着优雅的猫步跳上沙发，熟练地钻进我怀里，找了个最舒服的姿势趴下，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人类，你在看什么？有小鱼干好看吗？他那傲娇又软萌的声音再次在我脑海中响起。我关掉手机屏幕，将它扔到一边的茶几上，反手把汤圆举高高。没什么，看了一个小丑的谢幕表演罢了。我看着窗外波光粼粼的海面，深吸了一口带着淡淡咸味的温暖海风，心情前所未有的舒畅。走，汤圆，今天天气这么好，姐姐带你去沙滩上抓小螃蟹。喵，我要吃大龙虾，不要螃蟹夹我的爪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属于我和汤圆的全新人生才刚刚开始。在海滨城市的大平层里，我过了整整3个月神仙般的日子。极寒的阴霾似乎已经彻底从人类的记忆中抹去，沙滩上重新挤满了穿着比基尼和花裤衩的游客，夜市的烧烤摊每天都营业到凌晨，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直到那天傍晚，我正躺在露台的躺椅上，边喝冰可乐边看综艺。汤圆本来趴在我脚边打呼噜，突然他像触电一样弹了起来，浑身的毛瞬间炸开，像个巨大的蒲公英。喵呜嘶！他弓起背，死死盯着远处湛蓝的海面，喉咙里发出极其不安的低吼。我赶紧放下可乐，一把将他捞进怀里顺毛。怎么了，汤圆？看到流浪狗了？喵！热，好烫，水里有怪物在哭。汤圆尖锐的心声直接刺进我的脑海，震得我太阳穴突突直跳。我愣住了，热，烫。今天气温才26度，海风吹着甚至还有点凉爽，哪里热了？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向海面，表面上风平浪静，海鸥在夕阳下盘旋。但我知道，自从极寒期间汤圆觉醒了类似读心的异能后，他的感知力远超常人。我立刻打开手机，切到国际气象频道的暗网论坛。平时这里总会有些官方还没公布的内部消息。果不其然，一条3分钟前刚发布的匿名帖子被人工置顶，标题红得刺眼：绝密警告，赤道深海地壳异常活跃，局部海水沸腾，大量深海生物死亡上浮，极寒的钟摆即将荡向另一个极端，极热纪元倒计时开始。我心里猛地一沉，一种比极寒来临前更强烈的危机感瞬间攥住了心脏。汤圆，咱们的好日子恐怕又要按下暂停键了。我摸着他毛茸茸的脑袋，眼神瞬间变得无比清明。前世我死在极寒的第3天，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极寒之后的世界会发生什么。但现在看来，老天爷显然没打算轻易放过这颗千疮百孔的星球。极寒是物理攻击，那极热呢？伴随极热而来的往往是干旱、瘟疫，甚至是酸雨。我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启动了最高级别的备战状态。这套海滨大平层虽然视野无敌，但大面积的落地窗在极热和可能的酸雨面前，简直就是纸糊的靶子。我必须马上进行改造。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化身散财童子，把之前倒卖物资赚来的钱像流水一样砸了出去。第一步，我在所有落地窗外加装了最高级别的航空级防辐射、防腐蚀隔热装甲板。这种板材平时可以收在顶部，一旦按下开关，就能在10秒内将整个露台和窗户封死，把大平层变成一个密不透风的铁桶。第二步，我联系了黑市的工程队，在屋内加装了3套独立的工业级制冷系统和空气净化循环系统，就算外面的空气变成毒气，我屋里的温度也能死死焊在22度。第三步，囤水。极热最可怕的就是缺水。我不仅买空了附近3个大型超市的桶装纯净水，还在客卧里定制了4个巨大的军用级储水囊，连上了顶楼的雨水净化收集器。每天看着一辆辆重卡把物资运进我的地下车库，再由专用的私人电梯直接运上顶楼，我那群非富即贵的邻居们终于忍不住了。这天，我刚签收完最后一批极地防寒服饰的，极热之后谁知道会不会又极寒，反向囤货最为致命。
在电梯里撞见了楼下的王太太。王太太是个暴发户的老婆，平时最喜欢在业主群里炫耀她新买的爱马仕。她捂着鼻子，嫌弃地看着我手里沾着灰尘的货单。哎呦，林小姐，你这天天往家里搬砖头水泥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顶楼盖违章建筑呢。咱们这可是高档小区，你弄得乌烟瘴气的，多影响房价啊！我瞥了她一眼，皮笑肉不笑。王太太，我这人缺乏安全感，喜欢在家里囤点东西。你要是有闲钱，不如也多买点矿泉水和制冷机。王太太像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夸张地笑了起来。买水？咱们小区的直饮水系统可是进口的。再说了，马上就立秋了，买什么制冷机？林小姐，你是不是极寒的时候被冻坏了脑子，得迫害妄想症了？喵，这个梁教授好吵，我想挠花他的脸。汤圆在猫包里烦躁地探出头，我按住汤圆的脑袋，没有再理会王太太。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就在这天夜里，气象局突然发布了紧急红色预警，原本已经降到20度左右的气温，在短短3个小时内，如同坐了火箭一般，疯狂飙升到了42度，极热降临了。第二天一早，刺眼的阳光像毒箭一样穿透云层，直射大地，柏油马路表面开始泛起诡异的油光，那是沥青被烤化的迹象。业主群里炸开了锅，怎么回事？空调怎么突然不制冷了？物业呢？快去看看是不是变压器跳闸了，热死老娘了！天哪，你们看外面那树叶怎么都卷起来了。我坐在恒温22度的客厅里，穿着真丝吊带睡衣，手里端着一碗冰镇绿豆沙，看着群里的鬼哭狼嚎，淡定地按下了装甲板的遥控器。咔嗒，嗡，厚重的防辐射装甲板缓缓降下，将落地窗外刺目的阳光彻底隔绝。屋内的智能灯光自动亮起，模拟出柔和的自然光，世界瞬间清静了。没过多久，群里传来了更恐怖的消息，别出门，千万别出门，外面的太阳会吃人。裸露在外的胳膊和脖子就已经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水泡，皮肤红得像煮熟的虾，疼得在地上直打滚。紫外线指数爆表了，现在的阳光带有强烈的辐射性灼伤，群里瞬间死一般的寂静。而此时，我正在给汤圆准备他的专属冰沙。汤圆，来尝尝这个金枪鱼口味的刨冰。喵，人类，你是个合格的铲屎官。汤圆幸福地眯起了眼睛。极热的第5天，室外气温已经逼近恐怖的65度，地表温度更是高达80多度，真的可以煎熟鸡蛋。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彻底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蒸笼，因为用电负荷过大，全市的供电系统在第3天就全面崩溃了。只有少数像我这样提前准备了独立太阳能和蓄电池系统的人，还能勉强维持电器的运转。没有了空调，高档小区那些引以为傲的落地窗成了最致命的温室效应放大器。楼下的王太太已经快疯了，她在群里疯狂@所有人，谁家有冰块，我出10万块买1桶冰，不，100万，我老公快热休克了，求求你们了，给我一口水喝吧。物业的直饮水管早就烫得能退猪毛了。曾经高高在上的阔太太，此刻卑微到了尘埃里。但我知道，这还不是最绝望的时候。下午3点，天色突然暗了下来，不是那种正常的阴天，而是一种透着诡异黄绿色的浓云，像一块巨大的脏抹布，沉甸甸地压在城市上空。喵，好臭，好刺鼻的味道。汤圆突然跑到换气口附近，疯狂地用爪子扒拉着防尘网。我心头一凛，立刻调出室外监控，同时查看了空气净化系统的数值，外部空气酸碱度正在急剧下降。滴答，丝丝，滴滴雨水落在了监控摄像头的防护罩上，竟然冒出了一缕白烟。紧接着，倾盆大雨呼啸而至，这不是普通的雨，这是带着高浓度腐蚀性的超级酸雨。我通过监控屏幕，眼睁睁地看着对面楼栋外墙上那些精美的欧式浮雕，在酸雨的冲刷下，像融化的蜡像一样迅速剥落变形。那些因为实在热得受不了，偷偷跑到地下车库通风口或者1楼大堂试图蹭一点阴凉的人，瞬间遭了殃。酸雨顺着风向飘进半场的空间，落在人的皮肤上，立刻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滋滋声，凄厉的惨叫声甚至穿透了隔音极好的装甲板，隐隐约约传进我的耳朵里。啊！我的脸，我的眼睛，救命啊！这雨有毒！我冷眼看着这一切，默默调高了室内空气净化器的功率。装甲板外传来密集的噼啪声，那是酸雨在腐蚀金属外壳的声音。但我丝毫不慌，我花重金涂抹的3层航海级防腐蚀涂料足以抵御这种程度的酸洗。就在这时，我的可视门铃突然疯狂闪烁起来。我切到门外的监控画面，只见王太太和她那个大腹便便的老公正带着几个保安，手里拿着消防斧，气势汹汹地站在我的防弹门外。王太太浑身湿透，衣服被酸雨烧出了好几个洞，露出里面被烫红的皮肤。她像个疯婆子一样砸着门，对着摄像头声嘶力竭地吼叫：林双，你给我开门！我知道你里面有空调有水，大家都是邻居，你凭什么一个人躲在里面享福？你这是谋杀！她老公更是直接举起消防斧，狠狠地劈在我的防弹门上，哐一声巨响，防弹门连个印子都没留下，反而是巨大的反作用力震得她老公虎口崩裂，消防斧脱手而出，差点砸中王太太的脚。我冷笑一声，打开了门口的扩音器。王太太，几天前你不是还嫌我囤货像盖违章建筑吗？怎么现在想进我的违章建筑里避难了？我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口冰镇西瓜汁，可惜啊，我这儿的门槛有点高，不收垃圾。门外的王太太听到我的嘲讽，气得五官都扭曲了，她一把推开还在捂住手惨叫的老公，指着监控摄像头破口大骂：林双，你别给脸不要脸，你以为你躲在里面就安全了吗？我告诉你，今天这门你开也得开，不开也得开。保安，给我上切割机，出了事我负责。几个被他用高薪和物资许诺收买的保安，还真从楼梯间拖出了一台小型的工业切割机，插上走廊的应急电源，
刺耳的轰鸣声瞬间响起，火花四溅的朝着我的防弹门缝隙切去。我坐在沙发上，冷冷地看着监控画面。这扇门可是我花了大价钱从军工企业定制的，别说这种小型切割机，就是拿穿甲弹来轰，也能扛上几下。喵，这个丑女人好坏，他们想把门切开抢我们的肉肉。汤圆在旁边急得直转圈，尾巴上的毛都炸开了。别急，让他们切。我慢条斯理地剥了一颗冰镇葡萄塞进嘴里，好戏还在后头呢。果不其然，切割机的砂轮刚接触到门框内部的特殊合金夹层，不仅没有切进去分毫，反而因为剧烈的摩擦和高温，砰的一声，砂轮直接崩碎了。飞溅的碎片像子弹一样射向四周，其中一块擦着王太太的脸颊飞过，瞬间划出了一道血口子。啊，我的脸！王太太捂着脸尖叫起来，鲜血顺着指缝流下，配上她被酸雨烫伤的皮肤，活像个刚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我按下扩音器，声音里带着毫不掩饰的愉悦。哎呀，王太太，这切割机的质量不行啊，要不您再换个大点的，我这门保修期还没过呢，正好测试一下质量。王太太的老公见状，气急败坏地吼道：别切门了，这小贱人的门有古怪，走，咱们去顶楼天台，把他的通风口和太阳能板全砸了，我看他在里面怎么活。听到这话，那几个保安立刻扔下报废的切割机，跟着王太太夫妇顺着消防通道往顶楼天台冲去。我看着监控，嘴角的冷笑更深了。去天台，真以为我花那么多钱改造会留下这么明显的破绽吗？我的大平层确实占据了顶楼，天台也是我私人购买的区域。为了防止有人破坏生命维持系统，我早就在天台上布下了天罗地网。汤圆，捂住耳朵，外面要放鞭炮了。我一把将汤圆抱进怀里，顺手捂住了他毛茸茸的耳朵。监控画面里，王太太一行人刚一脚踹开天台的消防门，冲进倾盆的酸雨中。他们还没来得及看清那些被高强度防腐蚀罩保护的严严实实的太阳能板和通风管道，脚下就踩到了我提前布置的惊喜。那是我安装的非致命性高压静电网，平时处于休眠状态，一旦有人非法入侵并触发重力感应，就会瞬间释放出足以让人肌肉痉挛的强电流。滋啦！伴随着一阵耀眼的蓝色电弧，冲在最前面的两个保安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就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浑身抽搐，声音冰冷地回荡在暴雨中。王太太，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这天台风大雨大，您就在这儿慢慢享受吧。切断广播，我伸了个懒腰，走进厨房，准备给自己煮一锅香喷喷的番茄牛腩面。外面的世界正在崩塌，而我的堡垒坚不可摧。极热加酸雨的第10天，整座城市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沸腾的酸水锅。因为连日的暴雨，城市的排水系统彻底瘫痪，甚至开始严重反水。那些原本躲在地下室或者低楼层的人，迎来了灭顶之灾。含有高浓度腐蚀性物质的积水，像毒蛇一样漫进了1楼、2楼。业主群里的消息已经从最初的求助、谩骂，变成了现在的绝望哀嚎。救命！水淹到2楼了，我的腿被水泡了一下，皮全掉下来了。谁能来救救我们？楼上的邻居，求求你们开门吧，让我们上去躲躲，我给你们跪下了。然而在这个时候，谁敢开门？大家都怕那些被酸水逼疯的人冲进来，抢夺本就不多的物资。高楼层的人也不好过，断水断电10几天，室内温度高达50多度，很多人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中暑和脱水症状。我坐在凉爽的客厅里，一边吃着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镇小龙虾，一边看着群里那些触目惊心的求救信息。喵，这些人好可怜，但是那个想抢我们房子的男人也在里面。汤圆趴在我的膝盖上，盯着平板屏幕。我顺着汤圆的视线看去，果然看到了王太太的老公在群里发的消息：我出500万，谁给我1瓶水？我要渴死了。30楼的林双，我知道你有水，你把水给我，我所有的钱都给你。我嗤笑一声，直接在群里回了一句：留着你的500万去下面买冥币吧，你老婆在天台上都快被淋成骨架了，你还有心思喝水？群里瞬间死寂，紧接着爆发出更疯狂的咒骂，但我直接开启了免打扰，眼不见心不烦。随着时间的推移，极热的温度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还在持续攀升。到了第20天，室外地表温度已经突破了恐怖的90度。酸雨虽然停了，但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毒物，能见度不足5米。整栋楼里活下来的人已经不足1/3。那些幸存者因为极度的饥渴和绝望，人性彻底扭曲了。我通过安装在楼道里的隐蔽监听设备，听到了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有为了半块发霉的饼干大打出手的，有合伙把体弱的老人推出去当诱饵，试图去外面寻找水源的，而我依然过着每天按时吃饭、追剧、撸猫的神仙日子。这天深夜，汤圆突然从睡梦中惊醒，浑身的毛再次炸开，对着大门的方向发出凄厉的尖叫。喵！危险，极度危险！有好多人带着黑乎乎的铁疙瘩上来了，他们想炸死我们。我猛地从床上弹起来，睡意全无。炸药！我立刻调出楼道和电梯井的监控，只见一群眼冒绿光、瘦得皮包骨头却满脸凶悍的男人，正顺着消防通道的楼梯一步步向顶楼逼近。领头的正是那个之前在群里叫嚣着要买水的暴发户老公，他手里赫然抱着几个自制的土炸药包。林双这小娘们肯定在里面藏了成吨的水和食物，只要炸开这扇门，咱们就能活下去。王太太的老公压低声音，对着身后的亡命之徒们煽动着：对，炸开它！老子已经半个月没喝过一口干净水了，就算死也要做个饱死鬼。我眼神冰冷地盯着屏幕，这群人已经被逼到了绝境，彻底失去了理智。我的防弹门虽然坚固，但能不能扛住近距离的炸药爆破，我心里也没底。我不能拿自己的命去赌。汤圆，跟我去安全屋。我一把抱起汤圆，迅速撤离到大平层最核心的区域，一个由10厘米厚均质钢板打造、拥有独立维生系统的绝对安全屋。刚关上安全屋的厚重铁门，外面就传来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轰！整个大平层都在剧烈摇晃，天花板上的灰尘簌簌落下，紧接着是一连串的爆炸声。我通过安全屋内的备用监控，死死盯着大门口的画面。硝烟散去，
我那扇引以为傲的定制防弹门，竟然真的被炸出了一个大坑，门轴严重变形，摇摇欲坠。哈哈哈哈！开了，门开了，兄弟们，冲进去抢啊！王太太的老公发出癫狂的笑声，第一个从炸开的门缝里挤了进来。然而，他脸上的笑容还没来得及完全绽放，就彻底僵住了，因为迎接他们的并不是堆积如山的物资和清凉的空调风，而是一道深不见底的深渊。为了防止这种极端情况的发生，我在装修时就在大门玄关后的走廊地板下做了一个极其疯狂的改动。那是一段长达5米、由液压系统控制的活动地板，平时和普通地板无异，但在我进入安全屋并启动终极防御模式后，这段地板会瞬间抽离，露出下面直通30层电梯井的巨大空洞。王太太的老公冲得太快，根本来不及刹车，一脚踩空啊！伴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他整个人直直地坠入了黑暗的电梯井中。30层的高度，加上电梯井底部积攒的浓烈酸水，他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就彻底销声匿迹了。跟在他后面的几个暴徒见状，吓得肝胆俱裂，拼命想要后退，但我怎么可能给他们机会？我按下控制台上的红色按钮，玄关天花板上隐藏的高压水枪瞬间启动，喷出的不是普通的水，而是我之前收集的经过高倍浓缩的极寒气冰水混合物。在室外将近80度的高温下，这0度以下的冰水混合物喷在他们身上，瞬间引发了极度恐怖的温差反应。砰砰砰，几个暴徒连惨叫都发不出，直接被强大的水压冲进了那个深渊空洞，步了王太太老公的后尘。危机解除，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瘫坐在安全屋的椅子上。喵呜，人类，你太厉害了，把坏蛋都打跑了。汤圆用毛茸茸的脑袋蹭着我的脸颊，试图安抚我。是啊，都结束了。我摸着他的背，看着监控里满目疮痍的玄关，虽然有些心疼装修费，但比起命来，这一切都值了。这场极热与酸雨的交响曲足足持续了3个月。3个月后，气温终于停止了疯狂的攀升，开始缓慢回落，空气中的毒物也被大自然强大的自净能力渐渐吹散。当室外温度降到40度左右，虽然依然炎热，但已经勉强达到了人类可以生存的阈值时，天空中终于传来了久违的直升机轰鸣声。官方的救援终于到了，一箱箱压缩饼干和纯净水被空投到各个小区的空地上。那些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几个月的幸存者们，像疯狗一样扑上去，为了抢夺一瓶水大打出手，甚至头破血流。我站在顶楼的露台上，隔着防辐射装甲板的观察窗，冷眼看着下面如同炼狱般的场景。我没有去抢物资，我的安全屋里还有足够我和汤圆吃上10年的顶级罐头和冻干。灾难的尾声总是伴随着秩序的重建，官方开始用重型机械清理城市里的酸水和废墟，建立起一个个大型的地下避难所和穹顶生态城。有人敲响了我的残破的大门，是穿着全套防化服的官方搜救队。里面有人吗？我们是救援队的，请出来登记身份，准备转移到地下城。我打开安全屋的门，牵着穿着定制宠物防化服的汤圆从废墟中走了出来。搜救队员看到我红润的面色和干净的衣服，再看看我身后那只胖得像个球一样的布偶猫，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在外面那个饿殍遍野的世界里，我简直就像个外星人。你一直住在这里？队员结结巴巴地问。是啊，运气好，家里囤了点吃的。我淡淡的笑了笑，没有过多解释。我没有选择跟着他们去拥挤的地下城，凭借着我手里掌握的大量未被污染的物资和太阳能发电设备，我成功的和官方达成了一笔交易。我用一部分物资换取了这栋大楼顶层3层的绝对所有权，以及官方的合法保护伞。1年后，世界虽然没有完全恢复到极寒之前的模样，但人类已经适应了这种新的极端气候，开始在废墟上重建文明。我花重金重新修缮了我的大平层，换上了更先进的防御系统。顶楼的天台被我改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恒温生态园，种满了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这天下午，阳光透过特制的过滤玻璃洒在客厅的地毯上，我靠在柔软的沙发上，手里端着一杯刚泡好的冰摇柠檬茶，看着电视里播放的灾后重建新闻。汤圆4脚朝天的躺在我身边，怀里抱着一个比他脸还大的金枪鱼罐头，睡得正香。喵，他在梦里咂巴了一下嘴，似乎梦到了什么好吃的东西。我笑着揉了揉他毛茸茸的肚皮，轻声说道：睡吧，小家伙，外面的世界在乱，这里永远是咱们的避风港。极寒也好，极热也罢，末世的生存法则永远只有一条，不要指望任何人的怜悯，只有自己足够强大，才能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活得比谁都好。我喝完最后一口柠檬茶，惬意地闭上了眼睛。明天又是个好天气呢，喉咙里发出满足的呼噜声。喵，这2脚兽，我们以后是不是再也不用打架了？我轻轻抚摸着他柔软的毛发，抿了一口红酒，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微笑。是啊，再也不用了。末世的寒风与烈日都在脚下沉浮，而我将在这座属于我的空中堡垒里做永远的女王。地下城官方彻底认怂后，我过了大半年清静日子。这半年里，我把顶层3楼彻底打造成了一个微型生态循环系统，水培蔬菜绿油油的，无土栽培的西瓜结得比篮球还大。我甚至还在露台上弄了个恒温小泳池，每天穿着比基尼喝着冰镇香槟，看着下面满目疮痍的废墟，主打一个没心没肺。汤圆更是被我养成了猪园，每天除了吃顶级冻干，就是躺在恒温垫上翻肚皮，直到极寒降临的第3年夏末。这天下午，天空难得放晴，没有酸雨也没有毒物，我正躺在泳池边的躺椅上敷面膜。汤圆原本在抓一只误入天台的普通蝴蝶，突然它像被踩了尾巴一样，猛地窜进了我的怀里，浑身的毛炸得像海胆。喵呜，刺耳，好刺耳！汤圆用2只爪子死死捂住耳朵，痛苦地在我的大腿上打滚，心声里充满了极度的恐慌。我一把扯下面膜，将它抱紧。怎么了，汤圆？次声波驱虫仪出故障了？不是，是地下很深很深的水里有东西在裂开，大澡盆要翻了，全都是水，快跑啊，2脚兽！大澡盆翻了，我脑子里猛地闪过一个极其恐怖的念头。极热时期，
全球冰川融化，海平面本就处于极度危险的临界值，如果深海地壳发生剧烈变动，我立刻冲进监控室，打开暗网的全球地质监测频道。屏幕上，太平洋中心的一个红点正在以几何倍数疯狂扩大，那是海底超级地震的波形图。紧接着，刺耳的全球最高级别黑色警报在暗网疯狂刷屏，绝密！马里亚纳海沟发生里氏 10.5 级海底大地震，引发全球性灭世海啸，预计300米高巨浪将于2小时后抵达亚洲东海岸。300米高的海啸，这已经不是什么自然灾害了。这是地球在重启。我所在的大平层虽然在30楼，距离地面大约100米出头，但在300米的灭世巨浪面前，这栋千疮百孔的大楼绝对会被瞬间拍成齑粉。滴滴滴！就在这时，地下城指挥官的专属通讯频道疯狂闪烁起来。我接通画面，指挥官那张脸已经毫无血色，背景里全是刺耳的警报声和人们绝望的哭喊。林小姐，海啸要来了！地下城的防渗漏系统根本扛不住这种级别的水压，我们正在紧急向内陆高海拔地区撤离。你快逃吧！直升机已经全派出去了，我们顾不上你了。说完，他直接切断了通讯。我冷笑一声，逃？往哪逃？2小时的时间，就算给我一架超音速战机，也未必能飞出海啸的覆盖范围。汤圆，别怕，姐姐带你坐大船。我冷静地走到主控台前，掀开了一个平时被防弹玻璃罩锁死的红色密码盒。所有人都以为我花了几十亿，只是把这3层楼打造成了坚固的铁王八，但他们不知道，我真正的底牌是诺亚方舟计划。在极寒来临前，我买下这3层楼时，就秘密雇佣了顶级的船舶重工团队，他们切断了这3层与下方楼体的核心承重钢筋，换上了航空级爆炸螺栓，并在楼层的夹壁和底部注满了超高密度的军用浮力泡沫。我深吸一口气，输入了那串长达32位的启动密码，全封闭防水装甲展开，内部维生系统切换至前航模式，爆炸螺栓准备起爆。随着指令下达，大平层外围最后几扇采光玻璃也被厚重的黑色防水装甲彻底封死，整个3层楼变成了一个没有一丝缝隙的巨大金属方块。1个半小时后，灾难降临，我通过外部的潜望镜摄像头看到了这辈子最震撼也最绝望的画面。天际线被一道黑色的水墙彻底吞没，那水墙高耸入云，遮天蔽日，带着摧枯拉朽的恐怖轰鸣声，像一头吞噬世界的远古巨兽朝着江城狂扑而来。沿海的残存建筑在这股力量面前，就像是用积木搭成的一样，瞬间粉碎。轰隆隆，巨浪狠狠地撞击在我所在的这栋大楼上，我感觉到脚下的地板发出了令人牙酸的剧烈扭曲声。就是现在，我猛地拍下那个红色的起爆按钮，砰砰砰砰，楼层底部传来一连串沉闷的爆炸声，连接着29楼的承重结构被瞬间切断。紧接着，一股无法抗拒的庞大浮力托举着我的金属方块，在整栋大楼被海啸彻底冲塌的最后1秒，硬生生地拔地而起。天旋地转，失重感和剧烈的颠簸让我死死地把自己和汤圆固定在安全座椅上。外面的水流声震耳欲聋，像是有无数把重锤在敲击着装甲外壳。但我知道，我的方舟撑住了，它就像一个巨大的软木塞，在狂暴的深海漩涡中剧烈翻滚，最终伴随着哗啦一声巨响，冲破了水面。方舟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剧烈摇晃了10几分钟，终于利用底部的陀螺仪系统恢复了平衡。我解开安全带，跌跌撞撞地跑到控制台前，打开了外部监控。外面已经没有了江城，没有了废墟，也没有了天空，视线所及之处，只有一片汪洋恣肆的浑浊海水，一些残破的汽车，连根拔起的大树，甚至还有人类的尸体在巨大的漩涡中沉浮。地球彻底变成了一颗水球。喵呜！我讨厌水，我的毛都要湿了。汤圆晕乎乎的从安全座椅上爬下来，干呕了2声。我心疼的给他开了一个主食罐头压压惊。没事了，咱们活下来了。就在我准备检查方舟各系统受损情况时，主控台的雷达突然发出了急促的滴滴声。在距离我不到2海里的水下，有一个巨大的金属物体正在快速上浮。几分钟后，一艘伤痕累累的官方军用核潜艇破水而出，潜艇的通讯频道强行接入了我的系统。屏幕上再次出现了地下城指挥官那张脸，只是这一次他满头是血，眼神中透着极度的绝望和一丝不可置信。林霜，你竟然没死！那座漂浮的金属堡垒是你的。我靠在椅背上，悠闲地喝了一口压惊的红酒。指挥官命挺大啊，地下城淹了，居然还能抢到核潜艇跑出来。指挥官苦笑一声，声音都在发抖。没用的，潜艇的动力系统在海啸中受损，核反应堆冷却液泄漏，最多还能撑3个小时就会爆炸。林小姐，我看到你的堡垒有外接驳口，求求你，让我们上去。我们这里有地下城仅存的50名核心科研人员和人类最后的超级种子库。我挑了挑眉，道德绑架，在末世，这玩意儿最不值钱，让我放你们上来。可以，但我有个条件。我盯着屏幕，眼神冷酷，超级种子库归我。另外，把你们潜艇上那台最新研发的海水微缩净化引擎拆下来给我。别说你们没有，我知道那是你们的最高机密。指挥官的脸色瞬间变得比死人还难看，你这是趁火打劫。没有了净化引擎，我们就算上了你的船也活不下去。那是你们的事，我毫不退让。我的方舟只能维持我和猫的生存，多养50张嘴。我需要更强的能源和净化系统，答不答应随你。反正3个小时后，你们都会变成烤鱼。通讯频道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5分钟后，指挥官颓然地低下了头，成交，准备接驳。半小时后，净化引擎和装满绝密种子的恒温箱通过机械臂送入了我的缓冲区。至于那50个人，我只开放了最底层的一个空置储物舱给他们，并且锁死了通往上层的所有通道。想在我的船上活命，可以，以后就在底层给我老老实实的种地打工吧。大洪水过后的第5年，浑浊的海水早已在时间的沉淀下重新变得湛蓝清澈。我的金属方舟经过不断的改装，现在已经变成了一艘拥有庞大甲板、太阳能帆板和水下生态舱的超级海上堡垒。那50个科研人员在底层的无土栽培室里辛勤劳作，换取每天定量的淡水和食物，而我
依然是这艘船上绝对的独裁者。这天傍晚，海上风平浪静，晚霞将海面染成了一片绚烂的橘红色。我穿着波西米亚风的长裙，光着脚踩在甲板温热的木地板上，手里拿着一根特制的海钓竿。哗啦，海面突然破开，一条体型像小牛犊一样的变异蓝鳍金枪鱼被我硬生生地扯上了甲板。它疯狂地扑腾着，鳞片在夕阳下闪闪发光。喵呜，开饭啦！两脚兽威武，体型已经长得像只小老虎一样的汤圆，兴奋地从遮阳伞下扑了出来，一口咬住了金枪鱼的脖子，喉咙里发出满意的呼噜声。我放下钓竿，走到船舷边，迎着带着淡淡咸味的海风，伸了个大大的懒腰。极寒、极热、酸雨、虫灾、大洪水，这个世界经历了无数次洗牌，无数曾经高高在上的人化为枯骨，而我靠着自己的狠辣、谨慎和一点点运气，最终站在这片无尽汪洋的顶端。汤圆，吃饱了吗？吃饱了，咱们该去下一个海域找点乐子了。喵，我要吃深海大鱿鱼。我笑着揉了揉他的大脑袋，按下控制台的加速键，巨大的海上堡垒破开金色的波浪，向着无尽的夕阳驶去。末世，不，这是属于我的最好的时代。